90后河南小哥在美国用机器人炒菜开餐馆，2年开了3家店。天花板最高的赛道，最开始投入多少呢？快60吧，基本都在3块到7块之间，一天在4500块以上都算是比较好的，3天就可以独立上岗。多久回本？我们 ideal 的模型是18到24个月，都挺难的。太难了。看什么样的模型是可以好复制，把它做成一个老外在美国当地人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品牌。开一个餐厅其实不难，如果把一个标准化的可持续性的模型跑通吧。You're so wild, I'm not gonna fight it, hypnotized, stuck inside my mind because you got it. 那你们这个品牌创立多久了？2年。现在有3家店都在加州这边。对，Irvine才刚开1个礼拜，所以目前的话还是亚洲的群体比较多一点，越来越多外国人就是来尝试。像这样子一家店，可以问一下，就是最开始投入大概需要投入多少吗？从0到1吗？嗯，对。应该单讲这一家的话，应该要快60吧，60万。花多长时间？开一家店应该最少也要7、8个月。这家店基本上花了9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等这个位置，包括那个申请 license。没有算上等位置，只有申请 license 跟装修。申请 license3、4个月，装修3、4个月，这都是很基本的。有免租期吗？7个月免租吧。这么好，那还可以啊，7个月免租期。一天在4500块以上都算是比较好的。我们菜品都在3块到7块之间。这家店多大面积啊？1436。我们是参考了熊猫跟 Chipotle 在一起吧，自选嘛，国内的小碗菜的模型，做成了一个老外比较能接受的呈现模式。这个位置我看在尔湾都非常好的位置，这个租金贵吗？1万出头的样子，在这个位置算合理。是怎么样选到这家店那个位置呢？Irvine Company 排队的嘛，你就先跟他讲我有什么品牌，基本上他会跟你讲，我有个店给你。哦，他帮你选啊。对，可能品牌比较新颖一点，所以他就把这个位置给了我们，排了7个月不到。你们现在多少员工？在这边10来个吧，都是兼职。目前一家店有10来个，就一个班制大概有多少人？我们希望是有6到7个，但目前可能只能排到4到5个，因为现在生意比较好，然后人请的不够。我们菜品都在3块到7块之间，最便宜的是3块多，最贵的应该6块99，但都是小份，毕竟是休闲快餐，自选自助服务。因为你们这些菜都是机器人炒出来的吧，是吧？我以为需要的人会更少一些。也要看一家店的生意，我们这个模型最少的话3个人上班就可以了。打餐区生意好的时候都要3个人在不停的打餐。好的一天的这个流水大概是多少？预计的话，一天在4500块以上都算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初衷也是想要把它打造成连锁这种感觉。是的，我们这个模型的设计的时候，就是看什么样的模型是可以好复制，把它做成一个老外可以当地人在美国当地人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品牌。因为Chipotle跟 Cava 他们是把一个是地中海食物，一个是墨西哥食物当地化之后，做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连锁品牌。墨西哥食物跟地中海食物有这样的潜力的话，那中餐应该也有类似的潜力。个人认为中餐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借由这个方式去做一个品牌出来。饭打的不对。它分量其实有标准的，有标准。勺子是一个计量单位，然后再来就是人的那个培训，然后看到说大概盛到什么样子，比如说9分满、10分满，每个人9分满、10分满定义又不太一样。你们外卖怎么样？这家店目前都没开外卖，走跳那边的外卖可以占到40%。先把堂食的品质做起来之后，才会考虑去开外卖品牌。那去机器人炒菜这个餐馆的品牌的幕后去看看，到底这个实验操作怎么样的？到底美国餐饮创业和投资有哪些机会和需要避坑的呢？11月18号，我组织了一场 CEO 实战商学院，带大家实地走访甜品老字号许留山美国企业，同时邀请了深耕餐饮业40年的黄继煌创始人、吃货小分队联合创始人、巴黎贝甜、星巴克等连锁投资人。许留山美国 CEO 和大家面对面探讨，全方位剖析在美国应该如何抓住餐饮创业的机会和甜品老字号许留山美国企业和应对挑战，线上线下全球同步进行。打扰到你们了。马国豆。Hi，sorry， 4台机器吗？3台炒菜机，1台 Combi Oven。基本上我们就是流水线就非常简单，然后很多台这个煮饭锅嘛，蒸烤类的东西，小笼包啊，然后这边就是3个炒菜机，油炉跟水炉，很简单的配置，基本上菜的员工应该3天就可以独立上岗，就很快上手。对，据说一个传统中餐要3个月吧。做一台炒菜机，它的分量包括它多久能炒出来？每道菜不太一样，最快的菜好像是2分半，最慢的菜要7分半到8分钟，出来是大份的。可以问一下这个机器现在是卖多少钱吗？我不知道哎，
哦，我们是用租的，我们不是用租的。他们是只租不卖的，好像也可以买，但我不知道卖多少钱。租的嘛是什么样的价格？这个可能要自己去问机器人公司好一点。方便透露是吧？有个范围，1000多块1个月吧，一台。对，租的话你有软件的更新啊、损坏啊，或者是维修啊，都是包含在内。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炒菜的。差不多的整个过程吗？您是负责什么？就是会操作机器。你是做多久了呀？从第一天 Rocky 对。哦，所以这家店的元老级员工。整个中央厨房、后厨，早期的菜品研发都是 Rocky 负责的。哇。对，配送的管理都是 Rocky 的负责。我们来看看可乐鸡是怎么用机器人炒出来的。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就是我们常规操作就是当我把它准备好，准备好以后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好了。那基本上机器人这边我们是有一套系统，它机器人准备好的情况下，我就直接它是 ready， 那它就会根据我们的顺序去操作这个菜。现在第一个菜就是炒的 Collar Chicken， 一会儿它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放东西，会介绍一些时间，像总时长。然后这边什么时间要投放哪些食材进去？所以总时长是10分钟做一个可乐鸡。对，这个是我们最长的一道菜了已经。现在相当于在热锅。放了油是吧？对，刚才是进去的油。它是机器自动放油的。机器都是自动的。Where Mama and Papa used to go. Let's sing all the songs from a long time ago and pine for them old days of yore. Well, let me run through the breeze like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Let me fly like the leaves when they fall.过油是30秒、1分钟，它都有不同的时间去记录。对，调味料应该都加进去了，应该我们要放的只有可乐。这种机器需要维护的成本就或者说这个频率高吗？锅子烧坏之后会有一个锅子的成本，除了这个之外，其他没有什么维护成本。晚上的清洁是自动的，然后外面当然我们要自己去擦干净，内部的一些校准啊、清洁都是很自动化的。怎么样？电量需要大吗？非常大，因为需要做到瞬间加热，需要做到爆炒的话，对于电压的要求是蛮高的。电费很难讲，因为洛杉矶跟 Orange County 的电费的基本就差很多。对。如果餐厅里面正常的电的烤炉啊什么都差不多的，这家店就当时有为了这个机器去加电压的。多少人盯这个机器啊？不忙的时候1个人，忙起来的话需要2个人去配合一下，因为1个人可以操控2到3台机器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炒越大份，有可能食材的口感就会下降，毕竟是炒制类的菜品。你当时是为什么想着要用这种机器人炒菜的这种餐馆品牌的？培训就会变得简单了，然后复制起来才会比较有可复制性啊。用厨师去炒的话，它的培训成本也会比较高，然后复制性也比较低。现在是用炒菜机器人嘛，那将来的方向其实是要做整个智能化的厨房，越来越智能化的厨房，就是越来越少人吗？越来越少人，越来越用机器来管理人，而不是用人管理机器。就是不是用人来决定要怎么做菜，而是用机器告诉人应该要做什么菜，怎么做。怎么样确保它的就口味的稳定性？这个机器是会自动做校准，每天早上自动做校准，只要你确定你投的食材分量是对的，调味料的分量跟它的火候把控都是自动的。我们用到目前为止都比较标准化，很少有吃到不一样的。之前有开过餐馆的经历吗？管理过餐馆，没有开过餐馆。我以前是沸点的员工，没有小火锅，没有做过炒菜店。那你感觉做这种机器人炒菜的这种餐馆，最难的点是什么呢？都挺难的。挺难的，有哪些难点？挺多的。开一个餐厅其实不难，如果把一个标准化的可持续性的模型跑通吧，这是我们目前还一直在研究的一件事儿。确定这个模型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情况下都是一个可行的模型，在我们目前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对，你开在不同的区域，对于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流量，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用同一套管理方式跟同一套体系去跑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店表现就很好，有些店表现就 performance 就比较差。主要跟 location 有关吧？我觉得 location 占大头，因为 location 决定了很多因素嘛，流量啊，包含
客户群体啊，这个餐厅或这种品类的接受度，所以我觉得 location 是对很大的关系。你们还会有中央厨房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有，我们有中央厨房配送，所以配送原材料这个菜品都是打包好了配送过来，这边只需要投料就可以炒制。你觉得那个现在炒菜机器人的这个趋势怎么样呢？就这几年其实也挺火热的。我们在用的这2年当中，这个机器人已经更新了2代了。已经炒出来了是吧？刚刚没看它端出来。That runs from the mountain so tall. Oh, take me back down the old dirt 番茄炒 road. 蛋、麻婆豆腐，然后炒面。哇，越来越多人了，已经开始排队了。刚刚老板说他选的这个赛道算是天花板最高的赛道，就可以做很多，因为这快餐复制很快嘛。但是挑战和难度也是最高的，因为他要开连锁店的话，他要开很多家店，基本上都是比较平民化的价格，大家比较能接受。价格低的时候，你利润率就没那么高。同时，他要管控标准化的东西，保证这种口味在不同的城市的店都可以，都不错。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点。你们平时怎么样去做这种营销 marketing？ 比较传统的，要把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都有在经营，主要的还是维系跟客人的一个关系。餐饮就是做一个回头客嘛，比较多的精力是花在处理客人的 feedback 跟 get 客人的 feedback，就是你拿到 feedback 之后如何去改进自己。这个 marketing 的时候也没有特意去宣传这是机器人做出来的菜式，并没有但是我们请来的 influencer 会想要宣传这个点，因为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卖点。但我们自己在做品牌的时候，并没有去宣导，比较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卖点去？因为我们用机器人的目标是要 consistency、easy training。个人也没有认为机器人炒的一定会比人炒的好吃，或者人炒的一定会比机器人炒的好吃，这完全取决于口味上的调整。我只能说，机器人炒的比人炒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性比较高。所以至于好吃不好吃，我觉得这件事情客人的口感的问题，希望可以做到每家店的标准性跟统一性。如果说做一位连锁这样子可以铺很多店的话，它可能口味会要稍微大众化一点，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的。当然希望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今年也刚刚成立了一个产品研发团队，加速并且标准，马上会推出2个新品，一个是咕老肉，一个是泰式打抛肉。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菜，我也有一点个人情怀在里面，我觉得不好吃的菜在前期是不可能出现在菜单上的。想问一下，像这样子一家店，就有没有算过大概是多久回本？这个刚开都很难去讲吧。我们的预期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我们 ideal 的模型是18到24个月，前期投入60万，每家店也不太一样，就50万上下吧。现在去开店很难低于这个数字。那你们机器人这种模式的话，会比普通开店成本会更高，还是会讲道理应该是说低一些的？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因为大家想着就是为了省人工、省成本，长期来讲，你在开店的时候并没有省到钱。对呀，开店的时候没省到钱，但后期会省到钱，是吗？培训人工成本上一定是省了非常多，实际操作人工成本上也不会省到特别多，因为你要一个人控制一个锅子，跟一个人控制一个自动的锅子，都是需要一个人在那边控制的。而且对于人员的要求上也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本来是需要一个懂中餐、懂颠锅的厨师，现在我只需要一个懂得使用智能烤箱的操作员。那个机器都是中国生产还是在哪里生产？应该是深圳生产，但是研发团队是美国。你觉得做这个行业这个竞争大吗？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快餐是最难的赛道，因为无论是快餐还是休闲快餐，你要做到的给客人的一件事就是极致的性价比。所有的极致性价比都是很难，无论你是定价高还是定价低的极致性价比都是很难，并且加上你刚刚讲到的，你要复制多家店还能做到极致性价比，这个是特别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当你体量够大了之后，也能不降品质的情况下，通过采购量上面达到一些更好的优势。需要大家多关心一下吧，对，多关心一下。好，大家过来捧捧场，对，多关心一下。然后如果有投资人有兴趣的话，我们当然也是非常欢迎。You're so wild, I'm not gonna fight it, hypnotized, stuck inside my mind because you gotta be something